虽然这部作品的主要看点大部分时间都是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各种不可描述的男女关系引发的国家危机，杀与税之歌名不虚传，但是宝剑依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很多角色手里展示自身权威的刀具。他们有的价值连城，有的被赐予了奇怪的名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冰与火之歌》小说里出现的冷兵器。至于剧集，《冰与火之歌》哪有什么剧集，大家懂的都懂。要说《冰与火之歌》里的那些神兵利器，就绕不开一种神秘的素材，那就是瓦雷利亚钢。大体上，瓦雷利亚钢其实就是各种奇幻作品里常见的玄乎素材，像什么九天玄铁、战锤里打造星际战士动力甲的磁钢、束缚灵能者的相位铁，还有什么高达尼姆合金。好像又混进去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不过没关系，总之瓦雷利亚钢就是这样一种玄之又玄的素材，它来自一个失落国度，制作方法也失传了，又贵又硬，打造的武器还附带亡灵特工，无论是稀有度还是附加值都满分。试问哪个贵族老爷见了不会动心？有权势的统治者们不光拿这玩意儿铸剑，还会用其打造王冠，制作号角、戒指、权杖、刀叉等御用物件，甚至还出现过全瓦钢制作的鳞甲。难怪兰尼斯特家在丢失了瓦雷利亚钢巨剑光效以后，就一门心思用超能力想从别的落魄家族那儿购入瓦雷利亚钢剑。当然也难怪这些卖家总是拒绝了他们。既然《冰与火之歌》作为一部奇幻作品，那肯定就少不了跟老大哥魔戒进行类比。瓦雷利亚钢也被很多人认为就像魔戒里矮人的秘银一样。不过根据某个拖更大胡子肥仔的说法，瓦雷利亚钢并非像秘银那样本身自带了独特力量和 buff， 而是在打造过程中利用了独特的技法，并加入一些失传的魔咒，让这种钢铁附带上了特殊的效果。是魔法，我加了魔法。很显然，就像那个拖更的胖老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维斯特洛大陆捏他的是现实中不列颠一样，瓦雷利亚钢明显就是在玩大马士革钢的梗，于是他也很懂得致敬的像现实原型一样失传了。在小说里，古瓦雷利亚浩劫之后，世界上只有科霍尔的工匠懂得锻造瓦雷利亚钢，但是他们也只会重铸已有的瓦雷利亚钢，而不能从0到1锻造出新的钢材。而且书里还在暗示，这群人打铁要搞血祭，有时候祭品甚至是奴隶的婴儿，人均奴隶主版干将莫耶。而书里那些高贵领主老爷手里的瓦雷利亚钢剑，基本都是处于产业链末端，从异国流入维斯特洛的。据统计总数为227把，但是留存至今，并且在剧情里出场的少之又少。考虑到马丁经常把这些小小的维斯特洛上争权夺势的贵族老爷小姐们描写成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又高傲又短视的乡巴佬，所以这点流入的数量显然不够满足所有渴求一把瓦钢武器的领主。抛开提利昂的那把孝感天地茅房灭霸弩以外，书中存在感最高的武器还是大量的刀剑。只不过小说里的剑种比较混乱，实际上现在所使用的英语词汇的分类剑是不精确的，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差别很大。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普遍共识，比如长剑、短的剑、重剑、大剑、全刃剑、方剑、双刃剑和双手剑都被用来标记相似外观的武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制造技术下，武器经常通过相对于其他不相关的武器来描述它们的大小或形状，而不考虑其用途和战斗方式。近代以来，对于相似的武器经常随意称呼，所以书里出现的武器种类也很难深究。不过按照描述来看，马丁在武器方面的喜好还是比较王道征途，主要以手办剑和巨剑为主。书中的巨剑一般长度都在6英尺以上，需要双手使用。比如主角史塔克家的家传族剑寒冰，就是一把瓦雷利亚钢巨剑。这把剑身宽过掌，立起来比罗伯史塔克还高。瓦雷利亚钢锻造而成的剑刃暗如黑烟，它和它的主人一登场就给人一种主角范，大剑配猛男，还有什么好怕的呢？然后不出一卷，他们就连人带剑，一个被砍头，一个落入兰尼斯特家手中。既然超能力得不到，那就只能明抢了。寒冰后来被重铸为2把手办剑，其中一把交到了英武霸气、文韬武略兼备的千古明君乔弗里手中，
乔大帝以自己超乎常人的巨婴品味，将这把稀世宝剑命名为寡妇之矛，说要用此剑平定天下，斩杀叛贼，让他们的妻子都变成寡妇。小说里还提到一把命名品味跟这个堪称卧龙凤雏的瓦岗剑，叫做孤儿制造者，是罗克顿家族的族剑，如今去向不明。总之，这个乍一听多少有点曹贼的豪言壮语，最后还真实现了。乔大帝的亲妈瑟西就是一名寡妇，这不巧了吗？结果这把剑就见证了乔大帝的暴毙以及瑟西的哭嚎，预言完美实现。剩下的瓦雷利亚钢巨剑，还有塔利家族的碎心，以及一个例外，在故事里只活在传说中的武器佛晓神剑亚瑟戴安使用的巨剑黎明，说它是由坠落陨石的核心锻造而成，剑身苍白，好似乳白琉璃，锋利堪比瓦雷利亚钢剑。比起尺寸夸张的巨剑，手办剑可能画风要更贴近现实一点。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把剑，可能是故事主视角之一的琼恩·雪诺从守夜人司令那儿获赠的瓦雷利亚钢剑长爪。但是真正出场的瓦岗手办剑仅此一把，剩下的不是在背景里提到，就是已经遗失了。除了刀剑以外，乔治·马丁还在很多武器上展现出了自己的命名才能，比如君临城烂泥门内的3台巨型投石机被守军戏称为君临3计，因为他们希望在施坦尼斯·拜拉席恩进攻君临时，他们能够给予敌人热情的欢迎。同样，后来还出现了被称为6姐妹的投石机，还有被叫做卢小姐的刽子手大斧。冰与火之歌中，你最喜欢的武器是哪一把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